第二章，我现在的环境、工作与活动。虽然我的环境在相当重要的方面与我读者的环境不同，我可以以轻微的反讽向你们保证，它是与有形世界同样的生动、多变而且充满活力的。它更有乐趣。虽然自从我不再具有身体以后，我对享乐的概念已略微改变，因为它更有回报，而且对创造性的成就提供了多得多的机会。我现在的存在是我所曾知的最具挑战性的一个，而不论是有形或无形的存在，我都已有许多经验。无形的意识并非只住在一种次元中，就如在你们的星球上不只有一个国家，在你们的太阳系里也不只有一个星球。那么我的环境并非你们在死后立即会到的地方。我不得不幽默地说，在你进入这一个存在的层面之前，你还得死好多次呢。出生时你所受的惊吓比死亡要大得多，有时候你死了自己还不知道呢。但出生几乎总是意味着一个尖锐而突然的体认，所以不需要怕死。而已死过太多次懒都懒得算了的我，写这本书就是要告诉你是这样的。我在这个环境中的工作比你们任何人所知的要更具挑战性，并且还必须操纵你们现在几乎无从理解的创造性资料。不久我还会再谈这点。首先，你必须了解没有客观实相存在，除了那被意识所创造的之外。永远是意识创造形式，而非其反面。因此，我的环境是由我自己和其他像我一样的人所创造的一个存在之实相，它代表了我们内心发展的外在显现。我们不用永久性的结构，好比说，我不住在一个城或镇里，但我并没暗示我们浮在虚空之中。我们对空间的想法与你们不一样，此其一。而且我们想要四周有什么样的形象，就造出它来。它们是由我们的精神性模式创造出来的，就如你们自己的物质实相是你们内在欲望和思想的分毫不差的复制品一样。你们以为食物不依赖你们而独立存在，却没体认到它们其实是你们自己心理与心灵的自身之外在显现。我们了悟是我们造成了我们自己的实相，因此我们怀着相当的喜悦与创造性的狂放来做。在我的环境中，你们会非常的迷惑，因为对你们来说，它似乎缺乏一致性。但是我们知道支配所有的具体化的内在法则。我能现出你所谓有历史上的任一段时间，或昼或夜。这些变化的情形不会给我的同伴任何困扰，因为他们将之视为了解我的心境、情绪与概念的一个直接线索。永恒性与稳定性基本上与形象无关，而与快乐、目的、成就与本体之整合有关。我旅行到许多其他的存在层面去，以完成我的责任。我的责任主要是个老师与教育者，而在那些系统里，我利用对我最有用的任何教具与技术。换言之，我也许用许多不同的方法来教同样的道理，而我选用的方法是按照我必须在其中运作的那个系统内天生具有的能力与假设。在这些沟通中，以及在这本书中，我用到我本体中可用的许多个人格的一个部分。在其他的实相系统里，我较大的赛斯本体在这儿所采用的这特殊的赛斯人格不会被了解。并非所有的实相系统都是有形的，你可要明白，有一些对实质形象完全不知。如你们所了解的性别对他们也非自然的，因此我不会以一个曾经有过许多人身的男性人格来与他们沟通。
虽然那是我的身份之合理而确实的一部分。在我自家的环境里，我可以呈现任何我喜欢的扮相，它可以并且的确会随我思想的性质而变。然而，你多少以相同的方式，在一个无意识层面形成你自己的肉体形象，但其中有些重要的相异点。通常你没了解到，在每一刻你创造了你的肉体，而它是你对你是什么的内在概念的直接结果。而且它随着你自己思想不断变动的步调而有重要的化学与电磁方面的改变。我们早就认知形象依赖着意识，我们只不过是能够全盘改变我们的形象，使它们更忠实地追随着我们内在经验的每一个极细微的变化。改变形象的能力是任意意识与生俱有的特性，只是熟练度与实现的程度有所不同。在你自己的系统内，当你观察生物在它的演化史中所经过的形象改变，你就可以看到这种改变以一种慢动作影片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我们也能同时采取好几个形象，虽然通常你不知道，但你也能这样做。你的肉体形象能躺在床上睡着不动，同时你的意识却以梦中形象神游到相当遥远的地方。在同时，你可以创造与你自己一模一样的思维形象出现在一个朋友的屋中，而你却完全不曾知觉。因此，关于意识在任何时候能创造什么形象，根本是没有限制的。实际来说，我们在这些方面比你们进步得多，而当我们创造这些形象时，我们完全知道的。我与其他多少面对同样挑战，并有同样的全盘发展模式的人共享我的存在领域。这些人中有些我认识，有些则否。我们以心电感应沟通，但心电感应也同样是你们语言的基础。没有心电感应的话，语言的象征符号将毫无意义。只因我们的确以这种方式沟通，并不必然表示我们使用精神性的字眼，因为我们并不。反之，我们以我只可称之为热与电磁的影像来沟通，那些影像在一个段落中能够拥有多得多的意义。沟通的强度依赖在其后的情感强度，虽然情感的强度这说法可能引起误解。我们的确由于你们所谓的情感相等的东西，虽然这些不是你们所知的爱、恨或愤怒。对你们的情感最恰当的描述是与内在感官有关的远为伟大的心理事件与经验，在三度空间里的实质化。在本章的结尾，我会解释内在感官，此地只说我们有强烈的情感经验就够了。虽然它与你们的经验大异其趣，它的限制要少得多，并且远较开阔，因为我们也知觉整个情感的气候，并对之反应。我们有更多的自由去感觉与经验，因为我们不那么怕被情感所席卷。举例来说，我们的本体不会为别人的强烈情绪所威胁。我们能以一种现在对你们还非自然的方式游过情感，并将它们转译为其他非你们所熟悉的创造面。我们不觉得有隐藏情感的需要，因为我们知道基本上那是不可能也不好的。在你们的系统内，情感可能显得惹人厌，因为你们还没学会怎么用它们。我们现在才在学习它们的全部潜能，以及与它们相连的创造性力量。